各位網友，大家好啊！玩書走天涯，走進歷史，走出現實。玩書作為全球反 AI 大模型的第二人自然非常關心薩姆奧特曼和馬斯克的這個官司。雖然第一階段馬斯克在奧克蘭敗訴了，但是目前官司已經繼續往前推進。下面呢，就由玩書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最新的這個案件的進展，看一看OpenAI 的薩姆奧特曼能不能熬過這一關，把 OpenAI 搞上市？如果熬不過，這會不會成為AI 大模型的一個崩盤的起點？這是玩書所關心的啊。就在今年的2月，我們簡單回顧一下，馬斯克在加州的北區奧克蘭地方法院起訴奧特曼和 OpenAI 這個全世界第一個的 AI 大模型的巨頭。在今年的6月，馬斯克這個撤訴了原因呢就是那個陪審團說這個時間過了，的起訴時間過了，所以今年8月馬斯克準備再次在聯邦法院起訴奧特曼和他的 OpenAI。在訴狀中，馬斯克指控奧特曼將利潤置於造福人類之上，違反了這家AI 人工智能初創公司的這個初創的使命。直到今天 OpenAI 的公司網站上仍然聲稱其章程是確保 AGI 造福於全人類。然而事實上 OpenAI 已經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科技公司微軟的一個封閉源代碼事實上的一個子公司了，因為由微軟投了大量的金錢嘛，是吧？在訴訟中，馬斯克要求法院發布命令，迫使 OpenAI 向公眾開放其所有的研究和技術，並要求奧特曼交出他通過被指控的非法行為賺取的任何的錢財。之前你賺的錢，哪怕賺的錢不管多少，你就吐出來。我們再來看一看 OpenAI， 它創立於2015年，最初是一家專注於AI 的非盈利性組織。在最初設立時，馬斯克宣稱自己捐贈了1億美金，但 OpenAI 的網站上公布數據為4500萬美金，這裡面到底有什麼樣的金錢這個糾葛，我們現在暫時不清楚。但是由於非盈利性， OpenAI 最初建立的時候是真正依靠夢想和共同的理念來吸引高級人才加盟的，比如 AI 的教父肯辛顿，他是在多伦多大學的，还有他的这个學生叫利亞薩特是庫伯爾，那都是肯辛顿的弟子加盟 OpenAI。但是支撑一個可能改變人類未來的技術開發的機構運行，最終讓技術產生於廣泛的這個人群是非常非常昂貴的，僅拿捐贈無法滿足這個他的組織的運轉，並且保留和招募足夠優秀的技術人員。現在 AI 的技術人員的身價已經很貴了於是在2019年 OpenAI 改變了自己的組織架構，從純粹的非盈利機構轉變為了有限盈利的這樣的一個結構。那麼該架構呢，其實有點像四不像，它的管理控制權極其不穩定。果然就發生了這個去年的逼宮事件嘛。而微軟呢，就當時就立刻看準了機會，投了10個億。隨後又在2021年又追投了20個億。2022年的10月30號呢 ，OpenAI 推出了這個 ChatGPT。2個月後，它的月活用戶由於超過了1億人，史稱 OpenAI 的那個 ChatGPT 時刻。2023年，微軟又追投了100億。到了2024年的9月 ，OpenAI 又一輪的融資，現金流不夠這時 OpenAI 呢徹底進行了商業化的改造，成了名牌了。在這輪融資中呢 ，OpenAI 的估值據說已經達到1570億美金。那麼 OpenAI 共籌集了66億美金，其中微軟呢又投了7.5億美金，而英偉達和富達基金也都參與了不同的投資。事情轉眼到了2024年的9月，
那麼這輪融資呢，有幾個非常核心的交易條件，不論是對 OpenAI 自己還是它的競爭對手來說，都是極其致命的，條件極其苛刻。第一條就是作為本輪融資的一部分 ，OpenAI 有2年時間轉變為盈利性的企業，否則其融資將轉換成為債務。這第一條。第二條呢，就是 OpenAI 在融資協議中要求其投資者不得向 OpenAI 的競爭對手提供資金，對吧？所以這2條都對 OpenAI 是極其嚴苛的，有前提的，對吧？那麼我們再分析一下，在第一條中給了 OpenAI 和奧特曼一個時間去完成 OpenAI 的這個組織結構的轉變。如果無法完成，那麼所有的股權投資將變成債權，投資人對這66億美金的資金具有要求償還的權利，是債權嘛？股權你虧了，他沒辦法，債權要償還的。那麼所有對這個投資了解的人都知道啊，這其實是附帶了內生期權價值的一筆風險投資。無論是投資人還是奧特曼，其實都沒有什麼回頭路可以走，大家都在拼命賭一把，賭上市，对吧？能夠變現，对吧？能夠把華爾街股民的韭菜割一茬啊！所以呢 ，OpenAI 在2024年的收入預期有100億，但虧損居然高達50億美金。這50億美金的虧損，主要是因為它支付與其服務運行的相關的成本，以及員工的薪水和辦公室租金等費用，並不包括支付給員工的股權補償，是吧？大家可以看到 OpenAI 的營運費用有多高。如果2年之內無法轉變為盈利性的有限責任公司，那麼 OpenAI 要償還這66億的現金流，幾乎肯定可以把自己帶入泥潭，拔不出來，並且我們可以預期，到時候核心的技術人員也會流失，對吧？因為股權激勵、吸引力巨幅下降，你上不了市，股權等於廢紙一張。AI 的這些人才，他需要現金流，他需要薪資，所以你靠股權這種夢想的話，留不住人的。但是呢，我們知道美國的公司組織架構的變更呢，特別涉及到如此大規模複雜的變更，需要時間。OpenAI 呢，不僅要接受財務方面的審查，對州和聯邦的稅務機構進行報告和符合，還有需要接受法律方面的審核。它的經營地是在加州和特拉華州注冊地嘛。它的總檢察長的辦公室就會對它的組織架構轉變的合法性進行談判和討論，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一個估值1570億美金的高科技公司中，人員和板凳這些辦公桌椅、芯片和数據中心就那麼多，很好評估。這個估值呢，應該不會超過1/3。那其他的資產，那都是無形資產，也就是 AGI、ChatGPT 的，所以它的只是產權。那麼是否值1000億美金呢？這裡面有東偷西偷的各種東西，知識產權算是 ChatGPT 的嗎？對吧？紐約時報會不會上訴 ？CNN 會不會上訴？對吧？事實上，對知識產權的定價、估值以及合法性，已經變成一場談判，就是一種來回的拉鋸戰，需要時間。這背後還有很多不可言說的暗戰，就剛才我說的版權之爭，對吧？你的訓練數據來自什麼地方？你有沒有版權？我們再來看一看，沙姆·奧特曼現在缺的就是時間的。於是馬斯克很好的掐着點就來搗亂了。馬斯克提起的訴訟的時間，包括後來改在聯邦法院提起這個訴訟直到最新更新的訴狀的指責與訴求，除了一直以來的訴願，還有幾點文書提醒咱們的網友注意。第一個就是拖延時間，就是馬斯克一紙訴狀，就讓 OpenAI 如果他無法在2年內完成商業化的轉型，其實就會淪為一家平庸的甚至瀕死的企業，因為成本過高，
產品層面的競爭也太過激烈了。現在 Cloud 也在正面的硬剛，因為大模型 LLM 領域的競爭者太多了，是吧 ？Meta 也加入了，所以技術本身並非封閉場景運用，對吧？玩叔年輕的時候也可以編個 LMN 試試看嘛，對不對？再看看馬斯克自己的 XAI 也在拼命的往前趕，就是他也有大模型啊，也是 AGI， 他也需要使用英偉達的芯片，也需要大量燒錢，哈哈。所以估值呢，目前這個 XAI 的目前據說是500億美金，是 OpenAI 的1/3。那麼 OpenAI 最新一輪融資中，對投資者不得向競爭對手提供資金的協議，可以作為反壟斷的一個抓手，對吧？又被馬斯克抓住了。於是呢，馬斯克敦促律師更新了訴狀，把 OpenAI 的交易條件作為了武器來攻擊 OpenAI。訴狀中寫道，無論根據反壟斷法作為所謂的慈善機構， OpenAI 可能享有多少回旋余地，但當他讓自己從屬於微軟以獲取利潤時，他選擇了放棄。那並表示 OpenAI 必須與其他所有人一樣遵循相同的規則，他不能像科學怪人一樣在市場上笨手笨腳的把任何公司形式拼凑在一起，服務於微軟和奧特曼啊，不能這樣隨意的服務於微軟和奧特曼在任何特定时刻的這個金錢利益，對吧？公司不是一個想捏的這玩意是一個變形金剛，想怎麼捏怎麼捏，對吧？所以可想而知，無論是法官還是負責審核 OpenAI 商業化轉型的檢察長辦公室，都會去考慮馬斯克的主張。無論馬斯克的主張是合理的還是不合理的，你都要去考慮，都需要花時間，都需要來回辯論，來回的法律交戰。所以根據玩叔理解，在 LLM AGI 極度發展的當下， OpenAI 的組織架構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必然會阻止它的產品的創新和技術進步，因為它的團隊人心不穩。看看 ChatGPT 有多久沒有推出新產品了和技術迭代了，而馬斯克的 XAI 團隊在感恩節假期期間還不斷的在更新 Grok 的功能。所以在這一輪的商業競爭、組織架構的法律戰這塊， OpenAI 和奧特曼如果失去了時間，也就會失去市場，甚至可能失去自己設立的整個交易的架構，而走向失敗。而這一點正是馬斯克最樂於見到的，他拋離了馬斯克的初衷，是個非營利性組織變成了營利性組織。所以當薩姆奧特曼 OpenAI 和微軟碰見了馬斯克這樣的對手，那也是這個非常慘這個事兒了，是吧？但是玩叔是樂於見到 OpenAI 薩姆奧特曼栽一個大跟頭，對吧？因為玩叔的觀點一直非常明確，什麼語言大模型，對吧？算出來的東西，是吧？只有50%概率對，這個拋硬幣沒什麼兩樣。所以每個大模型都在上面打句話，我是 AI 模型，我的回答不一定正確，对吧？你不正確，你搞什麼搞，是吧？你是個程序，是個軟件，你不正確，你混什麼混，對吧？還在那裡欺世盜名的騙韭菜的錢，對吧？早點下市，早點解散算了，好不好？所以玩叔樂於見到 OpenAI 它的這個下層的裂縫正在開始中啊。以上觀點講的不對的地方，請大家和玩叔互動，打在屏幕下方，謝謝大家。讓你能夠聽到我的心，什麼時候也能把我想起。